Hello friends，欢迎回到 The LY Show。大家可以猜猜我们现在在哪里吗？现在一家日料店。没错，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很优雅的 lady 就是这家日料店的创始者王敏经理。然后这家烤肉店你经营了有多久了？我是在去年9月份开始经营的，也就几个月啊。就几个月。然后就怎么会有想开这家日料店的想法？因为当时在疫情期间，有好多店呢开不下去了，然后呢，我觉得呢正好是一个大洗牌的过程，因为这个变更嘛，就是有好的能够保留，不好的淘汰。那么正好呢，几年前我在日本经常去吃这家烤肉店，我觉得它的内脏还有这个烤肉都特别新鲜，而且呢，就是吃了会上瘾，所以呢，我就觉得那我是不是能借在这个机会呢，开一家正宗的烤肉店，然后呢，在大家都很重视健康免疫力的时候，那么吃烤肉呢，对大家的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帮助，所以呢，我就开始着手找店、找人选。当大家都筹备齐全的时候，我就开了这家烤肉店。就您在当时开烤肉店的时候，您自己觉得您这边自己有独特优势是什么？我这个优势呢，就是内脏，就是牛的那个内脏，因为国内的烤肉店都没有这些内脏，所以我们这个主打这个肉的内脏，它这个味道呢比较鲜美，而且呢就是也是在日本这个总店里呢比较受欢迎的这个，所以这个其他店没有的东西。对，所以这家其实是一家连锁店。对，就是日本的，就是那个丸道烤肉在中国的就等于是我们是加盟，但是所有的这个都是按照他们来做的。所有的这个肉品的要求啊，还有酱料啊，还有所有的菜单啊、价格啊，全都是100%按照他们的要求来定。我们不能擅自来做，任何一道菜增加都要他们的推荐才可以。就是100%是可以说是 copy 日本的风格。对。那同时就是如果您从经营管理的角度，有没有觉得这样限制很多？限制非常多，然后没有自由，这样会觉得不舒服吗？但是我是在日本30年了，我是很了解日本的，他们就是这样，他不愿意就是改变，因为他觉得这是他们的经营理念。但是我们一些就是中国人的管理人呢，他们就想我们是不是能做一些外卖呀？我们是不是能做点套餐呀？但是呢，我觉得既然我们做了他的，就必须严守他的这个规定，所以呢，我是没有任何一点改变。所以您这边也不做外卖？不做外卖，而且我们的套餐也是他们提供就一个套餐，我们就做一个，他们再提供一个，我们再做第二个，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自己去开发，自己去做。那如果这样的话，会不会觉得有的时候会在价格上或者其他方面没有一些竞争力？这就看客人了。客人的就是他觉得你们是比较，他们来呢就是想吃原味的日本料理，所以我们就提供适合我们的客人，就想吃就是正宗的日本料理的人，那么他们会经常来的。对。我是在日本大阪大学读的是环境工程，当时呢就是中国对环境呢没有那么重视，所以没有能找到合适继续的这个工作，我就留在日本做了贸易。那么贸易呢就是可以用到中国话，那么就是一直是两边跑，做中日贸易。做了16年以后，然后呢再自己独立，在中国办了一家贸易公司，一直做到现在。对，就是其实投资一家店或者重新开辟一个新的产业，像您是因为疫情给了一个您的新的契机，那就是我感觉很需要魄力就是您天生就有这个魄力吗？还是觉得这很正常？我呢就是比较喜欢挑战，就是有什么新的东西，我觉得
可以尝试了，我肯定去尝试。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你只要是有机会你去尝试，那么才有成功的这个先决条件。如果你尝试都不敢尝试的话，就谈不到成功。所以呢，在我开贸易公司的时候，我已经有了16年做商社的经验。所以呢，我就觉得当时做商社已经没有前途，当机立断我就把这个工作辞了，然后到中国开了个贸易公司，创业。那么这么10几年创业下来，我觉得还是就是干什么事要果断，有机会就上。我也在这期间，我又做了那个袜子的连锁店，也做了从1家到上海的17家连锁店，然后到全国的135家。做了以后呢，我觉得受到那个网的影响，那我就把这个公司给卖掉。那么现在呢，我就想，那我现在做餐饮如果能做大的话呢，我也是想做连锁店。就是有这么一个思路，但是好坏呢，还是看将来的发展。像您已经创过好几次业，对吧？对。那这一次跟之前的，就每一次创业会有感受不一样吗？我觉得做生意越来越难。越来越难。对，就是一个呢是每个行业都被一个是垄断，还有呢好多呢都是大的资金财团来占有了，所以像我们这种有一定的难度，比以前是越来越难。所以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很多创业机会，有很多的空间。现在呢，你光有钱也不行，你没经验也照样失败。你光有经验没钱也不行。所以现在要求创业者具备的条件，既要有钱，又要有经验，又要有一个好的团队，优秀的人员。所以这些都是很缺一不可。那现在这家店是不是经营的比较成熟，所以你可以有很多时间去跳舞？我呢基本上都是选中人选以后呢，我属于是投资。然后呢就是平时会看一下那个报表呀，或者是来看一下店具体经营我不管的。所有的时间我不占用。我现在呢就是时间还是给自己的爱好吧。跳舞啊，学习啊。基本上店里我不怎么常来。贸易公司呢，因为已经也成熟了，所以也不怎么去。那其实一直都这样，还是像您已经经营了很长时间之后，然后觉得我有这个自信可以退居一点才这样，还是一开始的时候就一开始我很努力的工作，也很投入，但是到一定时候呢，我觉得还是让下面的人，因为下面的人要给他们一些机会。所以我基本上就退出，就是让他们来管理。那么我就像个顾问一下，就是把下方向就可以了。所以我基本上时间是给自己。那就是能选到一个很好的团队，其实也很不容易，对吧？对的。对，所以您是怎么去选择一个团队，或者是怎么样去培养这个团队，然后一直到后面自己可以放手让他们去做一切呢？就是开始呢就是自己以身作则来带他们。到了一定程度，他们做得很好的时候，那么自己就退下。那么作为餐饮，我肯定是不懂的啦。那我就是让他们去好的店去学完了以后，把这些好的经验带回来，然后他们自己去干。那么有什么困难呢，大家商量。这个呢，餐饮我是没有自己亲身投入。只不过就是作为一个客人来吃吃看看。就这样。但是你很有投资眼光。也不是啦，就是也是敢尝试。就是刚才也讲了，你有好几次创业经历，然后你也想，就是每一次创业现在越往后面越难，对吧？对的。对。那如果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年轻人啊，可能也没有那么多资金呐，就他们，但是大家还挺想自己做自己的事情的。就对于这样的年轻人，就您从一个过来人的角度，就会给他们一些怎样的创业建议吗？我觉得首先要有经验，你干哪个行业的话，你必须在那里面是干得出类拔萃，然后以后你再去想着你的创业。如果你在这个行业里不是顶尖的，你又没有资金的话，
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首先要有自己的这个经验，然后呢有自己的人脉，还有自己的客人，这些呢天时地利人和你都具备了，那可以考虑。因为现在所有的这个行业，所有的这个没有什么空间了，我觉得，饱和了，饱和了，对，比以前呢要难得多，所以现在的创业呢，我觉得比较要慎重一点要好。对，您从来没有在日本创过业，对吧？都是所有的公司都是在中国开的。对的，在日本也有公司，但是日本的公司呢，很简单的，因为日本1日元就可以注册一个公司。你想当老板的话，你就去注册个公司，你就是个老板。但是你有没有业务，那又是另一回事情。所以在日本呢，就是做老板很容易，你就注册公司，你就是老板。所以在中国呢，我觉得有一定的难度，要有一定的注册资金，然后呢，你还有一定的这个业务，不是说随随便便你就可以当一个老板的。那就整体下来，您已经创业有很多年了，就一路下来就觉得自己取得的这些成绩您觉得有哪些关键词可以概括出来您所取得这些成绩的原因？一个呢是敢于挑战，再一个呢就是做什么事一定要坚持。然后呢，我觉得只要坚持下来了，再加上自己的努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对。那您是觉得您从小就有这些想要的这些品质吗？还是可能是在不同的地方生活了很多年之后，才慢慢形成的这样的这些性格呀，或者是你想要达到这些品质也好？我估计可能是因为自己年轻的时候去日本留学，然后呢总觉得不要给那个中国人丢脸，要给中国人争气，因为那个时候日本人对中国人很有偏见，有点瞧不起中国人，中国人穷，中国人好多不好的。那么我就想让他们看一下，还有另外一种中国人，很努力很勤奋，所以呢就是到日本以后就是比较严格的要求自己，比较努力的去打工也好啊，学习也好啊，都是非常努力的去做。这样呢以后呢，就是毕业以后呢，就是到了一家商社，然后呢工作呢我也是不输给日本人，这样的就是可能是一种信念吧，就是这样坚持了，坚持下来。90年代初在国外留学，像雷亚也留学过，我也留学过，然后你也留学过，但是在不同的时期。90年代初在日本留学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很苦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1个月的工资100块钱，在那个时候在日本打工1天可能就能挣到100块钱。你想这个悬殊，那么我们这个钱到日本可以说是一点钱都不值，所以全靠自己打工，然后挣学费，一天可能要工作、上学，还有工作要12个小时在外面，很苦很苦的。我记得我可能去日本16年，就是没看过一场电影，就是基本上都是在工作在学习。所以现在就是，那么既然已经奋斗了这么多年，那现在给自己一点奖励吧。所以现在就开始就是着重用时间用到自己的爱好上，喜欢跳舞就去跳舞，喜欢干什么就做什么。就年轻的时候一点机会都没有。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付出都是给现在打定基础。5年之后你有什么设想？就一个是看那个贸易的形势，能不能就是可能有淘汰一批公司，那么我们能不能坚持到最后，然后将来生意是不是发展更好，还有就看我这个丸道烤肉，如果要是时机成熟的话，那么我们推广到2线城市，中国市场很大，如果能把这个品牌做得更好的话，可能就要做代理。您会选择一直工作到工作不动为止吗？还是会？我是觉得工作是爱好不是负担。如果可能的话，可能是一直到能工作到什么时候就工作到什么时候。OK， 好的，我们今天聊了很久，然后我们2个听着也是受益匪浅，然后但是我们快到饭点的时候了，所以我们今天也就到这里了谢谢您，谢谢，拜拜。